光荣定制渔场的所在位置石城渔港。那我们在 Google 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光荣定制渔场的一艘比较大型的船。其实在 Google Map 上面就可以看到光荣的网具分成2座，这一座他们叫内网，外面这一座就是外网。社区文化园区里面可以看到由鱼二代建造出来、手工打造的一个内网的一个主要架构跟组织。所以这是光荣的实际的网的，后来有改吗？可能这个断掉2个接一起来。对，这就是现场状态啊，只是我现在还在做这个绳子。对，这个螺丝已经先试看。草是从这边来，对，然后鱼就是从这边看到这边会阻碍，这样就分，然后就会进到运动场这个区块，然后慢慢让它稳定下来之后，潮流又这样一直带，会带进这个漏斗。那这也是就我们起网就是你常常看2只船在那边起，就是这个位置。对，大船会开到这边，小船会开到这边。对，然后大船就慢慢的收网，一直收过来。它会从这边，对，然后就把网子一直这样立过来，对，然后鱼就在中间，然后就把鱼起起来，然后就载到小船，然后小船再开离。但我看有些渔场作业的确不一样，它可能是2艘船是这样。都是前后这样，然后对，然后收，然后就开始 V 字形这样过来，然后再夹起来。所以你这渔网开口都是实际的定制厂的渔网开口。对，所以这边就没有开口。对，这边没有开口。所以你们我之前看你们社群里面有讲第1网、第2网什么意思？是这样吗？第1网、第2网吗？我们这边有时候像我们台语好像会跟日文相反，因为我们日本人来讲的话，这边是温豆吧，就是运动场。对，然后诺利吧好像就是深网，诺利好像有楼梯的意思。对，然后我们台湾就翻成是楼梯这样，然后进来，然后这边他们通常会讲是第1箱网，然后第2箱网，箱子的箱，对，口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们台语倒是反过来，是说掏捆立捆，掏捆立捆，对，就刚好相反这样，对。其实我们现在一直改进到现在，其实内组我们2组，一组外组，一组内组啊，外组已经改成只有1个箱网了，就没有这个了，就只有到这里，到这边，然后这边就跟这边一样，就是对，然后一样大船是在这边收。那外组是在外面有更大一组吗？还是这样？其实我这样问会不会太烦？如果说以这个状态，你看这是外组，就只有1个箱网。对啊，内组的话还保留2个箱网。对。我懂你意思了。所以比较外海的那一组，对，就是外组这样。其实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在做尝试，因为其实你流水看准的来抓的话，其实为什么之所以会设置到2个箱网，就是因为怕说，流水的关系，有时候你只有1个箱网，然后鱼留不住。对，然后就会倒流水才对，然后所以才会设置第2个箱网。但是这样的问题点也是在于说，如果你流水过大的话，其实2个网子的那个阻力其实流速的阻力其实很强，所以对网子的负担也是的结构也是对，所以有时候到现在我们的规划就是外组是双开口。双开口就是双箱网在2头，但它尾端都不会有开口吗？对，就变成是说这边可以起，这边可以起。对啊，他们那边的状态就是流速就是比较稳。这是第2网，对，第1网。发鱼就是双边头。对，他们就是两端都可以起。对，那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这样感觉量比较大。可是那边是代表是说它那个黑潮上来可能交替的那个比较平均。
哦，对，然后那你们黑潮是我这样子，们黑潮这边上来可能时间会拉，虽然都是定制渔网啊，但是每个地域的海底地形条件不一样，所以有时候像是统盘窟啦，或者是南祖那边，他们那边的流速都是比我们这边还慢，比我们这边稳啊，也不是慢，比我们这边稳。你们这是战斗区，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刚好东北黑潮这样进来，这样，而且。你如果说是可能还有所谓的那个支流，所以这已经是接近是完成型的，就差这个，就剩下这个这边这个头，还有这4个头，哇，完成了。那这边就这样，这边也会拉吗？这边其实基本上是会拉一段，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鲤鱼相切，对。对啊，只是说因为碍于模型版就限制这样，就先在这个地方先切断。所以我可以在 Google Map 上看到你的那个，可以，超酷的。然后我回去再接起来，抢到这个都歪掉。对。那它就一直延伸进来，它中间的浮球可能上面长一些藤壶，什么网子都拉下去，浮球都沉下去，对，都看不太到。南洋博物馆那边的说法好像是说是从花莲开始，对，但是我们这边的祈祷都说其实是从这边对啊带过去，因为我看那边不是有说明，对，石城那个休息区那边有个说明，那边的祈祷也都有讲说，有的甚至就是这边过去花莲那边帮忙，在补网的时候，谢谢。民国56年，那已经日治时代已经过了，现在民国初年，对，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日本技师过来的年代，所以它不是日治时代弄的，它是日治时代的其实他们早期的那个鱼源很丰富，所以其实游进去大概就是脱手就可以，其实也都是集中在煎鱼来的季节，其实就是煎鱼来的季节，所以网子又都是很天然的，就是叶桃叶啦，或者是棉质纤维搓揉，然后弄成网，然后竹子去裁接成，让它中空有浮力，让它就是很比较简易的。然后大概煎鱼期过了之后，这些网子可能就是收起来，可能就是做整理晒干。其实当地的居民可能就是在还没煎这个季节开始的时候，都是自己偷修害，就是也是小钓，这是说一个季节之后大家集结起来一起来抓煎鱼这样。在日本可能也还有这种形态的定制渔网，应该是说它是属于定制渔网的范畴。对，只是说我们现在开始有现在这种建构，应该是从我们石城这边先开始，就是比较大型的日本技师过来协助。那时候的台超久的，对，那时候就是技术服务中心这样，所以是日本人驻扎在这，然后就指导，酷哦。然后来协助我们的那个，这个就是酒井家族的酒井大哥酒井光雄，那他好像还有另外2个弟弟，就是酒井秀信跟酒井久泽。酒井秀信当时的时候来协助的时候，就是做渔老长，对，然后他这就是他在举那个好戏，不会，因为拍太多怕。到时候大家来就没有惊喜感了。